Hello，大家好。首先呢，感谢购买本产品。那么这款道具一共分为3个型号，分别是小熊、中熊以及大熊。那么中熊和小熊呢，变出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大熊呢，因为太大，不能够放入到我们表演者的身上。那么收到道具之后，里面会有一个充电器，这个是给电池充电的。那么还会有2个白色的袋。以及我们道具熊本身。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熊本身是如何让它膨胀起来的。平时收起来之后呢，它们还是很小的。这个里面呢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电池，这种5号电池大小充电电池啊。然后呢，3.7伏的啊。现在呢，我们把它安装到电池盒里面去。电池盒你会注意到有弹簧。弹簧呢，放入的是这一面负极，那么这端是正极，正极放到没有弹簧的位置。4个电池呢，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你会看到把手，黑色的把手啊，把手上面呢会有一个开关啊，摁动这个开关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熊通过充气让它膨胀起来。像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熊的效果。同样，中熊也是有充电器和白色的袋子的。那么中熊的效果呢也是一样。通过打开开关之后，大概2秒钟左右，熊就会快速的打开。那么除了这个中熊之外呢，还有我们最后的大熊。这个大熊呢，由于太大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藏到身上去，那么就只能表演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藏到你的眼箱里。当然，使用的方法和中熊、小熊它们都是一样的，安装4节3.7伏的充电电池，这个上面的开关，摁动开关之后，就可以把熊充起来。大熊由于它大，所以我们充的时候呢，就会要慢一点。首先，我们比如在表演视频当中，把一部撑在前面，那么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摁动开关的同时，可以去晃动这个熊啊。那这个时候呢，熊就会更快速的充起气来，让它膨胀起来。大熊的尺寸的话呢，就会有我们1人多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3种熊怎么把它们变出来，它们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在表演熊之前，你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衣服。你可以，比如说你穿西装表演，你可以穿一件衬衫，把这个衬衫作为你表演熊这个魔术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衣服。那么首先，比如说我现在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白色的半袖。那么我们需要一支笔啊，打开笔之后呢，我们要确定的是熊是藏在我们腰这个位置的，这样看清楚一点。那么我们的屁股这个位置呢，到后背啊，这是和腰中间会有一个空隙，熊就是藏在这个位置啊，藏在这个位置的。那么确定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把熊需要夹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道具里面带的这个白色的丝带。这个白色的丝带呢，可以当一个腰带用。现在我们说一下它的位置。当你确定好了你的腰部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你的笔，去在你的左右两边大概的这个位置的地方点一个点或者画一个横都可以。那么首先确定了这边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去把你做记号的这个部分给它剪开。好的，那么把衣服脱下来之后呢，你能够看得到在你背后刚刚所画了2个点的这个位置，
这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剪刀在你画横线的这个位置把衣服剪开。看清楚横线的位置。至于这个口呢，你需要剪的是多大？那么只要能够把这个带儿深入到这个缝里面就可以了。同样，另一个画点的地方呢也是一样的。画点的位置。好的，现在呢，这后面已经出现了2个洞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穿到你的身上去。穿到身上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带儿从这个2个孔洞伸到你的衣服里面来。好的，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带儿已经可以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带儿前面的部分啊。前面的部分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卡扣啊。我们在它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往上掰，就会把卡扣掰掉上面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一端从前方插入进来，再把它深入到这儿。当你已经可以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紧的时候，不要特别的勒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紧的时候就可以把卡扣前方的这个位置，摁过去，摁上去之后现在就可以了。那么刚刚这个穿上的衣服，我们需要把它呢从上面盖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前方看上去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了。那么在我们的背后呢，因为这个带儿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用它绑住我们的熊。接下来呢，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把你的熊固定到你的身上。首先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小的熊。这个小的熊呢，首先你要确定的是你的电池安装的方向是没错的。然后呢，开关启动之后，它可以正常的充起来。这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电池的部分向上啊，然后呢，这边是熊的后背，我们把后背呢紧贴着我们人的后背，别到我们的这个松紧带里面去啊。那么别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熊别的是后腰的位置。这个松紧带不要低于这个，不要低于这个把手，因为如果松紧带超过了这个把手的话呢，那么你拽的时候，这根松紧带就会卡到你的这个弹力的这个带上面，然后导致你拉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注意的是，它在把手的上面，也可以是在电池的这个位置。那么别完了这个熊的第一步呢，当然你会看到这边还会很往下，也会很占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往你的松紧带里面去拉，也就是说夹到你的这个松紧带里面去。另一边的熊的腿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拿起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腿的里面有点气，没关系啊，按到你的身体之后，然后呢用这只手放入这一边，用你的这只手按压这个熊的脚部这个腿，然后就会把气呢挤出去。千万不要往这边拉啊，我们一定要往熊的身子的方向去推，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夹住它之后呢，把腿也可以夹到这个松紧带里面来。好的，那么剩下呢会看到有一个手，也可以把下面这个手也别到里面去，线垫呢往前。那么别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腰带的部分，可能说你第一次别或者说不熟练的时候，会导致说有点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把这个开关往上打开之后，把松紧带再一次的勒紧，然后呢再把它摁住。这个时候呢，你的熊就已经牢牢的固定到了你的这个身上。
那么确定好自己的这个尺寸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不想剪呢也没关系，这个松紧带到了这边之后，你可以选择把它别到你的这个衣服里面去，别到里面的那个松紧带里面去，这样呢它就不会导致这个带儿啷当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衣服正常的盖起来就可以了。那么别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外套。这个宽松的外套可以是西装也可以是像我这样的马甲，也可以是风衣，但一定要是很宽松的一个，不要是那种很修身很紧的那个不行。我们把外套呢，首先你要穿到你的身上去。穿到身上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下很多人的肩膀的这个位置了，因为有些人的肩膀的位置呢是向前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呢，在别人的眼里你会有一点这个样子向前驼背，这个首先对我们人体来说这样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你的肩膀往后挺胸，把肩膀往后开，这个开肩这个时候呢，我们挺起你的胸膛，然后开肩，把衣服整理整理。那么这个时候在背面看上去的话呢，就可以了。此时呢，胸在你的后腰的位置。那么当然中胸也是一样，下面我们来试一下中胸别到里面去。好的，中胸跟小胸别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还是一样，我们把板呢别到你的腰上，然后呢头部从头的位置挤压空气，让它变得更瘪，更节省你的空间。腿部抓住他的腿，用另一只手就抓住，然后从头按压把空气挤出去。剩下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去用手，如果超过你的骨部太多，就也可以往里面勒一勒，尽量把你的胸整体的按压一下。现在呢，同样需要一个外套。这个外套一定要是越宽松越好。好的，现在就可以了。那么别好了你的胸之后呢，你会看到在正面看的时候呢，完全看不出来有一点那个别东西的样子啊。当你从后面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站姿不要说，比如说我们表演别的时候，我们拿一个眼箱去眼箱里拿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去弯腰，那么如果你在侧面弯腰的话，观众就会很清晰的看到你后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去侧面去弯腰。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你像手部这只手也不要动，因为这只手一动的话呢，衣服会跟着向前，也能够看到。所以呢，当你调整好你的衣服之后，如果你去，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是现在这个样子。眼箱在这边，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呢，可以走到眼箱的后边去拿，也可以呢在侧边这个样子去拿，去眼箱里拿东西也可以。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如何把这个熊变出来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里面会带2个这个弹力的腰带。首先呢，有这个熊，因为每个人身材都不同所以这个熊当你别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如果说你觉得不太好，那么按刚刚的方法去到后腰找住你的位置之后呢，你也可以穿上之后再找一找后背的这个位置，在后背这个位置你觉得合适的地方，拿笔确定2个点，剪开，同样把我们的腰带伸到里面去。那么当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获得2个绑东西的腰带。那么这2个都可以绑住，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
把你的熊，大熊和中熊小熊和中熊都一样啊。你可以把你的熊呢别到你的这个板熊的这个操控板的位置，别到下面的腰带上面。可以把你的腿呢去别到你的第2个束缚带上面。别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的，一定要确定的是它不会掉下来啊。这个时候呢，通过按压空气之后，我们可以把它的腿部别到那个上面的位置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它在你的腰部的这个位置会更缩减一点。那么穿上外套之后呢，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外套这个位置啊。会显得更好一些，别2个带。但是这样的话呢，准备工作就是衣服别1个带和别2个带，你可以自己选择啊。当然别第2个，别忘了是从后面挖一个洞。这样的话呢，在正面看上去的话，和第1个腰带也是一样的。在外人看来呢，是不会有一个这个腰带的存在。好的，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如何把小熊变出来。同样，小熊和中熊呢都是别到了我们的后面的位置，这个是地方呢我们就不说了。报纸，那么首先我们正常的打开报纸，看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方向呢可以是这是正面的身位，可以稍微侧面一点。看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迷惑性的动作。做完了之后呢，另一只手也是一样，用一个错引。可以呢给观众做一下表情。那么我们这只手呢就要去后面去掏你的这个熊。那么掏熊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报纸的位置，不要说只把它放到这个，因为你掏熊的时候胳膊很明显，你可以把它放到这边，直接挡住了你的整条胳膊啊。这样呢去掏熊，观众就不会看到你这只手在动。那么我们从后边去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熊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可以去对着镜子去照一下啊。那么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先这样，挡住之后可以去点一下冲观众笑，然后呢1、2、3，在这个时候呢，这只手伸到你的衣服后面，抓住这个熊操纵板的这个中间那个把手往下拽，然后呢同时往上。那么在你拽这个熊的时候呢，要你的这只手跟着这个熊，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不要去这样拿，因为你这样去拽这个熊之后呢，腿就自然下来了啊。所以呢，你这样去拿这个熊，它的长度露出来，这个长度就会变短。那这样呢，去操作的时候的话呢，看上去就会更简单，因为这个熊就会很轻松的挡住它。然后侧面的时候呢，这样的时候直接摁动。也会把这个小熊充气充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往下撤的同时，把你的手做一个转弯，这样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动作啊，从这边看，从后面看一下。我们把熊呢去伸过来，然后呢摁动。我们从正面看一下啊。那么我们首先错引1、2、3掏出来，然后从侧面摁动它，这样就可以。如果你直接这样掏出来的话呢，报纸跟这个熊可能说露出个角，所以呢你掏的时候呢就直接往侧面去掏。手臂的动作呢是直接往侧面去掏，而不要说滑下来再上去，这样不可以啊！一定要说从侧面，这样掏才能够去避免被观众说从正面看到这个熊被你掏了出来。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可以反复的夹，反复的掏，对着镜子去练习啊。中熊呢别到我们的身后之后呢，你要准备的是一条白色的白布。这个白布的长短呢，尽量是要长一点啊。
可以把它别到你的脖子上当个围巾似的，当然你可以再长一点，这样越长越好啊，没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白布拿起来，这个时候呢，把白布展开，展开之后的这个宽度呢，也是越宽越好。当然你不要说手臂拉开了之后都不能够把这个白布成功的撑起来了啊，就可以，这样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越宽点也能越好一点啊。那么把白布展开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呢，首先第一个是抖一下，这样更能够让观众知道这个白布里是没有东西的。接下来呢，把你的白布绕到你的这个手臂上面去，然后呢，你的肩膀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正好和你的脖子之间能够卡住这个白布，然后呢，胳膊呢弯曲，这个时候呢，保证一个你的正面给观众就可以。那么同时弯曲的时候，你可以微微下蹲，感觉像行礼似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手臂就可以去到背后掏出你的那个熊，掏出这个熊之后呢，然后往侧面，把你的这个熊掏出之后，往侧面，手臂抬高，在一开始掏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启动开关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熊就会变出来。原理还是很简单。那么这个动作呢和角度还是需要我们对着镜子去好好的练习。同样，我们正面看一下这个动作，微微行礼，掏熊，然后呢按动开关，变所有的大熊小熊都一样。不要说把你的熊已经完全掏出来了，姿势都摆好了，再去摁动这个开关，而是掏到一半的时候，就掏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就摁。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样做呢，会让这个熊在你的动作之间，在你把熊抬高这个动作之间就冲起来。这个时候呢，能够更缩短了你把这个白布也好，报纸也好，遮挡这个东西的时间越短，会让大家就觉得更神奇。那接下来呢，就是大熊，因为这个熊太大了，所以呢，你即便是把这个熊想放身上也放不了，因为它实在太大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熊去对折。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两条腿，把里面的空气尽量的去挤压，把空气挤压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对到它的脖子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来把剩下的继续对折，对折到脖子的地方，然后呢，把头部甩过来，完全盖住你的熊本身的两个腿。那么同样呢，这两根手臂你可以放到熊的头部的上面去，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把它放到头部的里面，完全由头盖住手和腿。那么完全摁住了之后呢，还是需要去挤压里面的空气，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气在里面，气越小越好，它的体积也会代表越小。那么对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它放到地上啊，对折的越小越好。那么对折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把它放到你的眼箱里。熊呢，对折之后放到眼箱里，像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它不会高于你的这个眼箱，不会凸出来让观众看到。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呢，观众正好看到的也是我们这个角度啊。那么除了这个熊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白布和里面的棍儿啊，白布和里面的棍儿，以及我们的这个道具第三只假手，把它放在一边。那么在我们用到的时候呢，也很简单，把白布举起来，这个手就可以拿下来，去从眼箱里面把熊掏出来了。那么这个假手呢，在你放到地上拿起来的时候，注意的是一定要用前面的布去盖到这个白手，拿的时候就直接掏到里面拿出来，而不要说一开始就把它直接放到舞台上面去，这样观众都看着这个假手了。所以当我们直接拿起来之后，把它举
把它插到里面去。首先抖的一下呢，你可以抖的幅度大，这样呢会让台下的观众呢去看到这个白布里面也没有东西。抖好了一遍之后呢，然后这个时候手臂就可以去这边拿你的熊了。那么这个拿熊的时候呢，也不要太低，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拿就抱住了，所以它呢一定要在肩膀差不多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去这边拿你的熊。那么拿这个熊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你整理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的是，有一个剪刀吓我一跳。在你整理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两个手臂的部分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对折到你的把手，差不多有一个手臂在把手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这样拿起来之后呢，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个熊提起来，而不是说你提的时候提到了一半啊，就很难把它直接拿起来了。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那么同样进去拿熊，你可以直接拽住一个手臂和这个把手啊，你可以直接拽住你的熊的这只手臂和这个把手的地方，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拿起来啊，这个时候呢把它拿起来就可以了。那么拿起来之后啊，当你把你的熊直接拿起来之后，就可以去摁动你的开关。那么拿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注意的，拿的时候白布可以第一次举起来啊，拿第一次举起，然后放下去。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熊去抖动它，因为你抖动的时候，大熊因为它大，所以你只有抖动它才会快速的打开。接下来呢，让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全部的动作。那么首先呢，我们从地上把这个白布拿起来，然后呢用力的去抖一下。接下来呢，把白布这个时候去偷拿你的这个熊，然后呢，首先第一步，你可以扯着你的这个熊的左边的手臂，然后呢到你的这个扶手，把它快速的拿出来。拿的时候呢，白布起，高速的抬起，然后呢落下去，这个手抖动几下，这样呢你的熊就会完全的抖动开。再接下来呢，你可以把白布举高，去抖动你的白布，同时呢按动这个开关。当你的熊充气充满了之后，白布就可以把它抛下去，但是不要直接一抛，因为这样的话呢，第三只手可能会露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布抛的时候呢，抛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把白布内侧去抛，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惯性的原因啊，这个白布呢，这个带着手臂就会直接从你的这个外侧向内转，然后就会挡住你的第三只手。拿起来，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熊完全的变出来。那么这个熊拿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不要说去这样，因为它有一点重量之后呢，这样会有一点重量，所以呢你不要说这样去拿，一定要说把它往斜上方去举。这样能看得到呢前方和手臂和腿，没问题。如果你要是说你这样去拿，熊的样子就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往斜上方去举。这样的话呢，你的熊本身会变得很丰满，然后呢高度也是一样的。好的，接下来呢给各位推荐一个便雨伞出熊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把你的熊呢别到你的背后，再别一把伞。那么别伞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是觉得说一个这个松紧带不放心，你可以别到你的腰带里面，也可以再把第二条的松紧带拿好，别到你的第二条松紧带里面把这个伞。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穿上衣服。你可以穿越宽松越好吧，反正西装啊，像我这样的风衣啊一类的都可以啊。这个风衣呢不是那么特别大啊，但是呢你看上去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说穿西装和风衣呢？因为你可以先变一个别的伞。那么这把小伞呢，你就可以放到你的袖子里面去。当然，你也可以把刚刚我别到背后的那个大一点的伞去放到你的眼箱里。那么出伞的方法呢有很多种，就不太详述了。如果是你想出一个大伞的话，你可以放到你的眼箱里啊，用丝巾的这个变出一堆丝巾，然后再从里面拿一条大丝巾，这种从这边拿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推荐这种吧，因为我觉得都在身上的这种看上去会更神奇。那么拿起条丝巾之后呢，你可以做好你的展示，然后呢去做一个动作。接下来呢，把丝巾和你的伞一起拿出去就可以。那么我们来试一下。第一把伞出来了。第一把伞出来了之后呢，你可以去拿着你的伞拿到正面，然后呢去转动你的伞。转动这个伞的时候呢，你要保持的身位呢是侧身位。同样的，这把伞要在你的身前挡住你的腰和一多半的胳膊的这个位置。这样转动的时候呢，这个手去偷你的这个大伞啊，这个大伞在这儿，然后呢把它偷拿过来之后放到这边。接下来呢，大伞会有一个自动的开关，把伞弹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摁动你的开关，这样大伞就会变出来了。当你把大伞变出来之后呢，再次的去转动你的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掏熊了。把这个熊掏出来之后，这样的效果呢，我觉得很不错。变出一把小伞，再变出一个大伞，然后再把伞拿开，摆一个造型，然后变出一个熊。那么这个熊你可以选择的就是你的，这是小熊的大小。这种普通的单人雨伞，这种一定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想变的是中熊的话呢，也是没问题啊。但是呢，中熊就不要说直接这样了，因为会被观众看到。所以同样呢，也是把它提高，把熊掏出来之后提到高处，这个时候去打开，把它向上拿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啊。一定是这样充气，然后再举起来，不然这样充气的话呢，伞还没等把伞放到你的身后，这个熊的脚就已经导致它露出这把伞的范围了。那么这种出伞变熊的方式也可以。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变熊的方法，比如说大熊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变人的大道具，在变人的同时呢，然后再有里面的那个变出的美女那个助手去，它也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一个1人多高的大熊，这样的方法呢也是可以的。那么具体这个道具变熊的方法，可以自己去想啊。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几种方法了。接下来呢就来说一下这个熊的电池充电问题啊。那么这个熊刚刚说过了，用的电池呢是4节 3.7 伏的充电电池，5号电池大小。那么充电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是我们给手机充电器的充电的这个变压器，然后呢充电器 USB 的插口插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了。在充满和没有电池的时候它是绿色的，那么我们充电的时候呢，这个铁的部分是能够往下推的，把电池安到里面去推上去。要确保的是什么呢？负极在这边，正极在这边，电池铁片的这边是负极，那么有一个小凸起的铁头，这个位置是正极，安上去。充电的时候呢是红灯，当充满了之后呢灯就会变色。4节电池呢都可以这么充。那么电池呢尽量保证它的电量是
充沛的，所以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呢，最好是检查一下你的电池有没有电。即便你平时说放到这边了没有用啊，但是在表演之前头一天晚上最好也去给你的电池充一下电，确保电池电量更充沛。这样的话呢，它吹满这个把熊膨胀起来这个速度也会越快啊。电池电量越弱，它充满的这个速度也会越弱。那么所有的熊呢，当你摁了开关之后呢，都不要这样去拿，都要把它稍微往上方挺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熊充电和拿手势的部分了。那基本上呢也就是这些。那平时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用到尖锐的物品，剪刀啊或者是宝剑啊针这一类的去戳到这个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导致内部密封的材料会有破损。那么如果是一个小洞的话呢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破损的这个洞越多，它就会越漏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充满这个速度也会更慢，甚至如果漏的这个破洞一个大刀划一个大口子，那它可能再也充不满了。所以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尖锐物品去碰到它，把它划漏了。那么以上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有什么问题欢迎来及时找我沟通。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购买这款产品，再见。